好，我是主持人陈燕纯，欢迎收听，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今天跟大家聊的题目非常重要，是台积电的神队友抢赚5000亿商机，半导体不能没有的气体。想知道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请记得看到跟听到最后。今天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林苑青，欢迎苑青。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苑青。对，苑青是我们资深的科技记者，这次他做的题目非常有趣。大家知道台积电非常强嘛，这个大家已经不用讨论了，护国神山。但是其实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关键材料，尤其是先进半导体制成的隐形神队友。为什么说它是隐形？因为我们要讲的是气体这个材料。那我们先请苑青帮我们科普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讨论气体？气体要怎么分类呢？邀请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同时2024年也是财讯的50周年，回首过去，我们陪伴着读者一路从季刊、月刊、双周刊，再到网络与影音，但始终不变的是对于台湾价值的认同与坚持。如果您也跟我们一样珍惜这份共同的理念，欢迎您加入频道会员，或是留言赞助支持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再迎接下一个50年。会先从工业气体开始谈起，因为在很多的这个工业上呢，包括像医疗啊、食品啊，然后就是电子制程等等之类的，其实都会非常的需要用到这个气体哦。了解，像譬如我们喝可口可乐、碳酸饮料，那个气体就算是工业用气体，就属于食品级的。是，或者是说我们吃那个洋芋片的时候，那个打开的时候里面就会有那个灌一些空气。对，没错。是。对，那工业气体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就是在过去，其实大家知道说，台湾一刚开始的时候是以工业这个起家的嘛，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对工业气体的要求的需求量其实是非常大。那时候也吸引了很多外资，就是来台湾设厂这样子，就是去服务在地化的客户。但是大家也知道说，随着1980年代像联电啊、台积电纷纷成立之后呢，台湾在全球半导体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凸显了。我们甚至已经在1990年代的时候取代了日本，成为了全球半导体的制造的重镇。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时空背景之下呢，工业气体里面要服务给半导体气体的这个需求量，也就是水涨船高，也让半导体气体的这件事情在当时的时空背景来讲的话，它的这个重要性越来越重要。但为什么现在开始注意到说半导体气体这件事情呢？因为拜 AI 所赐，一个横空出世的这个 OpenAI， 然后让大家觉得说AI 它未来有无限的想象空间。那未来如果要持续的去开发更多很 fancy 的一些 AI 的功能的话，那就要靠更先进的半导体的制程。但我想回来先请苑青讲一下说半导体的气体它是怎么分类的，因为我们都不了解嘛。半导体是每一段制程都需要气体吗？那半导体的气体里面要怎么分，说到底哪些是比较高阶，哪些是比较普通的呢？是，其实在半导体的这个4大关键制程，像是薄膜沉积啊，然后黄光，还有蚀刻跟扩散，其实都会需要用到半导体气体，甚至是连比较后段的封装，其实都会蛮需要用到这个所谓的半导体气体这样。了解，所以可以简单的跟观众讲，就是说半导体气体基本上分成2大类，一个是大宗气体，一个是特殊气体。那它在半导体制程中，包括5个比较重要的，刚刚苑青提到的这个薄膜沉积啦、黄光、蚀刻、扩散跟封装，都需要各种不同的气体。台积电18厂之前也发生了气体污染事件，它也大幅的影响了良率。所以气体对于半导体制程，它虽然看不见，可是却非常的关键，是不是？是，大家知道说气体呢，它其实是无形的。无形的话，它除了不能做逆向工程这件事情之外呢，其实它的这个纯度对半导体制程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其实像我们这次去拜访了很多的厂商，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在越先进的半导体的制程来讲呢，气体的纯度也要跟着就是提升上来。像过去的话，可能大家对半导体的气体的纯度可能是低于6个9，但是越到更先进奈米制程的时候呢，它的纯度可能需要从现在的6个9提升到9个9。9个9，大家很难想象到底纯度要多高。对，我们上次曾经采访过那个长春的总裁林书宏嘛，他说如果一杯纯水，如果它有6个9哈，或者是7个9，随便讲，纯度很高，它只要放在一般的空气中1秒钟，基本上它纯度就已经被破坏了。它代表说这个纯化技术要很强，
包装运送过程也要很强，那使用的时候也要很小心，因为它的这个纯度就会决定了就是半导体制成上面的一个良率，所以它其实是除了要有非常先进的半导体的制成设备之外呢，其实也需要跟高纯度的气体来做搭配。半导体的气体它占整个半导体制成的成本是高还是低呢？半导体的这个气体呢，它占半导体的这个制造成本是13%。那13%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我们知道说半导体的这个材料成本，第一名是矽晶圆，它大概占37%，所以气体的部分呢，它就是仅次于矽晶圆的第二高的这个成本，它占了13%。那现在大家知道说半导体市场的需求非常旺盛嘛，就像刚刚苑青不断提到的，不只是一般的这个产品需要用，现在 AI 也要推进半导体的需求。但我们都知道说半导体市场是每年都在成长，半导体气体是不是也跟着都逐年在成长啊？是我们自己也找到很多家的这个市调机构，他们去做的一些预估哦。那像他们都认为说，未来这个半导体气体呢，从2021年到2023年的年复合成长率可以上看7% 以上，甚至到2030年的时候呢，保守预估哦，全球的半导体气体的 market size 呢，它会到162.8亿美元，折合新台币呢，就是接近了5000亿的新台币的 size 规模。气体也是跟着需求一起成长啦。那我就很好奇说，这个市场看起来这么大，而且看起来是持续成长，是一门好生意嘛？哈。那所以主要的 player 是谁呢？就说这些气体厂商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企业吗？是，如果以整个全球的气体公司来看的话，那主要前三大就是像林德啊，然后易空还有空气化工这三大气体的集团。林德是德国公司，易空是法国公司，空气化工是美国公司。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其实全球的气体市场，应该说全球的工业气体范围比较大的工业气体市场，大概有70%的市占率是属于这3家公司所寡占的。没错，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利基可以寡占这个市场啊？对，因为这就要谈到说气体它的开发呢是非常的需要靠研发的设备跟这个人力的投入。那大家也知道说，这个研发的人力跟设备是非常的耗成本的，所以其实如果没有相对的这个口袋的深度呢，它其实是很难去培养出就是一批优秀的研发团队跟可以持续的去做研发设备的采购这样。对，所以像刚刚苑青说，因为纯度非常需要很严谨的要求。是。那我觉得这次我们去访了这个台大化工系的教授蓝教授，他讲到一个点，我觉得也很蛮值得跟这个观众跟读者分享。其实因为化工制成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然后还牵涉到运输、配送等问题，所以很多厂商既然用了之后，基本上他不会轻易改变厂商，他也不会轻易更换供应商，所以让这个生态系它其实流动的比较慢一点点啦。所以其实长期也都是从3大的这个外商所垄断。那还好，外商都有来台湾投资吧？对，他们跟台湾的一些集团也做了一些合资，像刚我们提到的林德，他就跟联华实业去合资了这个联华林德嘛。对，那像这个法国易空呢，他也跟远东的集团去合资了这个易空台湾，我们现在会叫它亚东工业气体公司。对，那另外呢，空气化工呢，它也跟台湾的三氟化去合资这个三氟气体这样子。所以这些大厂来台湾插旗，算是也帮台湾把产业的机会带起来啦。那所以透过这些合资公司，他们也都打进了台湾主要的半导体厂商的供应链吗？因为刚就我们有提到纯度的问题嘛，还有就是规模化的问题，所以全球前3大的这些工业气体公司，他们来台湾了，就是去合资设厂之后，当然也成为了台积电在半导体气体这边很重要的一个后盾。这样子了解。但如果我不是跟这些3大厂商合资的公司，台厂会有机会吗？其实这次我们整理了几家这个台湾的半导体气体的公司，其实不少是纯台资啦，就是不是只有3大厂商。那因为我们刚刚有介绍过嘛，说其实过去的工业气体，因为工业气体的框架比较大，70%是由这3家公司所寡占，但是不代表台厂没有机会哦。尤其是因为半导体台湾是重镇嘛，所以台湾的半导体气体厂商也不少。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因缘际会切入到这个市场？这个故事可能要请苑青帮我们分享一下。过去就是太阳能这个蓬勃发展的这个年代嘛，我还记得那时候太阳能的这个多晶系的材料是这是
供不应求。对，各家都要争相去投产的。对，有钱还不一定可以采购得到这个所谓的多晶矽的这个材料。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呢，台湾的厂商也有很多的厂商在那个时候就是大举投入，就是扩产的这个部分，以因应那时候就是供不应求的一个情况。但是后来就是在随着中国的多晶矽的材料的厂商呢，因为透过政府的一些补助啊，所以他们就可以低价的去倾销，然后导致于整个市场反转，就是供需反转，就变成供过于求了。哦，这段历史我觉得真是血迹斑斑的历史，我真的记忆犹新。当时我跑了非常多的石化厂商，他们都争相的投入多晶矽产业，因为他们觉得制程其实有点类似，所以就跨入到这个领域去，结果都是惨赔收场啊！那真的是台湾一段辛苦的产业过程。那个时候其实很多的厂商，比如说像宝德，就可能也是在那一批可能撑不住，然后他就倒闭了这样子。但是在这一波的这个洗牌效应当中，又有一些很有韧性的这个台湾公司，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危机之下，反而变成了一个转机。因为当这些做多晶矽材料的厂商，他们发现在原先的这个制程上面呢，它其实是也可以去制造出那时候半导体气体非常需要的矽甲烷的这个矽甲烷，对，矽甲烷的这个气体。所以那时候很多的厂商就开始纷纷的投入研发，然后积极的去做转型。像最经典的这个案例就是台特化，台特化，对，今年的这个股价表现，大家也都非常的印象深刻。其实它就是在那一波危机当中呢，就是有幸存下来的公司，而且现在的转型非常的好，因为他们把原先的这个多晶矽的这个制程呢，迅速的透过团队的研发，然后把它改造成就是可以量产，就是矽甲烷这样子的一个气体的这个公司。后来现在呢，他们也慢慢的与时俱进，就从矽甲烷这边去延伸出矽乙烷这样子的一个气体，就是在现在的这个半导体制程当中，在7奈米以下会需要使用到的半导体的这个气体。这边我可以帮这个观众稍微说明一下，为什么要从矽甲烷变成矽乙烷，甚至现在还在研发矽丙烷嘛？是，我觉得这件事有非常大的关键，就跟刚刚苑青所讲的 AI 最新的先进制程。那先进制程因为它的制程的这个流程不一样，温度会升高，对不对？是因为大家知道说，在成熟的半导体制程来讲的话，它的步骤大概只要400道步骤就可以。但是呢，到了这个更先进奈米制程的时候呢，步骤就已经多达了2-3千道这样子。那步骤的程序它就拉长了嘛，那它的这个温度也会一直不断的提升。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控制这个制程的温度，以确保就是说这个良率可以到达我们需要的要求？这个时候矽乙烷这个气体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换言之，简单讲就是说，矽乙烷它可以提供比矽甲烷更低的环境温度，对，让这个制程可以维持在一个相对适合的温度，让它继续进行跟生产制造，是这个意思。是，但是我觉得有个趣的是说，矽乙烷比矽甲烷的价格其实是多了数十倍的。这就是一个产业的升级跟产品的升级嘛。那现在接下来又有矽丙烷，矽丙烷是用在更先进的，可能是堆叠制程里面之类的，就是说它需要更多的手续了。刚刚讲从这个成熟到先进，已经增加了非常多的手续了，所以它的温度要再降低。接下来还有更先进的制程要出现的时候，还有需要把温度再更降低，就需要矽丙烷。对，那矽丙烷的价格又比矽乙烷又更贵了很多。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产业共同进步的过程啊，就是说当台积电引领的先进制程不断的往前跑的时候，它所有配套厂商的技术也要跟着一起进步，那当然价值也跟着一起提升。但我觉得有趣的是说，它原来来自于它早年太阳能经营不顺的转型，所以现在有点苦尽甘来的味道啦。对，没错。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这是第一个嘛，就是说台厂因为这个转型找到一个机会。那第二个，我觉得一定是还是受惠于台积电的需求拉动啦，对不对？因为它扩这么多厂嘛。大家也知道说，现在台积电除了在海外积极的扩厂之外，其实在台湾它把更先进的这个奈米制程这个产线放置在台湾。随着台积电在台湾一直不断的去做扩厂的动作，他们就认为说在地化供应链的安全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要怎么做到这件事？除了靠这些外商公司一直不断的加码投资台湾，去迎合就是台积电在台湾这个扩厂的这个产能的需求之外呢，其实在地化的这个半导体气体的公司也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所以呢，当台积电有这样的一个在地供
供应链安全的需求，它就会积极的去培植，就是本土化的这个气体的公司，像精诚，然后台特化这些公司，都是台建刻意培养的这个气体的公司。那他们现在也目前都已经成功的打进去台积电的这个半导体气体的供应链当中。产业区域化的过程中，很多生产要落地要变短链嘛，所以他们也会增加在台湾的投资。那我觉得这些也为台湾带来新的机会啦，因为外商会在台湾扩大投资，台湾本土厂商也会加码投资嘛。其实这次我们也整理了个表格，其实完整的说明说，不论是国内外厂商的半导体气体商都争相在台湾扩厂，那当然带来非常多的就业机会，这都是我们乐于看到的。那接下来我就很想要进一步来请教苑青说，因为这次苑青也采访到非常少出来的亚东工业气体公司，那刚刚提到应该是远东集团嘛，对，远东跟法国益空吗？对，合资成立的公司。那这次去采访他们的总裁，他怎么看这个市场的表现啊？1987年的时候呢，就法国益空跟这个远东集团他们合资了这个亚东工业气体，那时候其实是为了要去 fulfill 台湾在工业气体的这个部分的发展，但是随着就是我们刚刚一直不断在讨论半导体的这个朝更先进奈米制程，所以他们现在也很积极的在做迎合台湾的这个扩产的动作。那他们怎么样去看半导体气体的产业的前景，就可以根据他们在台湾投资了多大的资金。其实像从2020年到现在，他们在台湾这短时间已经加码投资了超过7亿欧元，就是做半导体气体的这个扩厂的这个计划。亚东工业气体的这个总裁他的说法当中，他觉得未来半导体气体的是一片光明的美好。对，因为随着他们在台湾的半导体的大客户一直不断的持续做一些扩厂的动作，他未来对这个半导体气体的需求只会持续的增长，而不会去衰退这样子。所以他是在哪个领域里面比较强呢？比如说全球前3大这些工业气体公司呢，因为他们的规模就是其实实在是太大，所以他们不像台湾的公司就是在发展半导体气体的时候是比较单一化的气体的部分去做发展，因为他们的资金比较雄厚，所以他们其实像我们刚提到的这个半导体的4大关键制程，还有包括像封装啊，然后或者是半导体需要用到大宗气体，他们全部都有涵盖在这个里面。了解，所以大厂还是比较多的资源跟优势，但我觉得在特殊气体上面，可能台厂还是有一些优势啦哈。那其实刚刚苑青已经分享过台特化的故事，接下来我想要讲一点长春啦。就长春绝对是台湾的隐形冠军嘛哈。那虽然没有上市，可是一向受到非常多读者跟观众的关注。那我们就来谈一下长春。这次我们也去大发厂，高雄大发厂看一下长春。那长春呢，它虽然没有直接的供应台积电气体，但它这一次用二氧化碳纯化，要做半导体级的这个二氧化碳气体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请苑青讲一下？其实长春他们一刚开始做这个液态二氧化碳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他们想要做碳中和，因为大家知道说现在碳中和就是一个国际的趋势嘛，所以他们想要先把碳捕捉下来，然后再去把捕捉下来的碳去做一些这个应用的开发。后来他们就发现说，他们在捕捉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把碳捕捉下来之后，竟然发现它透过一些制成的这个纯化跟精炼，对，它竟然可以迎合就是现在半导体制程上面的一些纯度的上面的一些要求这样子，所以他们现在就已经开始在做，就是把二氧化碳捕捉下来之后，然后做成高纯度的这个液化的二氧化碳。对，因为大家知道说气体在运送中虽然看起来很轻啊，气体轻飘飘的哈，但是在运送过程中必须要液化啦，这样子比较方便做配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气体的学问真的非常多，我们就试着用比较简单的话来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气体在半导体的制程中真的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大家为什么讲说气体叫做晶圆之学嘛？它就是等于是有点贯穿所有的流程，隐形的存在，但它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现在如果要朝更先进的奈米制程来讲，你光靠先进制程的设备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大家也知道设备它其实就有物理极限。对，那如果你要持续朝摩尔定律推进的话，就是必须要靠化学的部分的材料做突破瓶颈的动作。那气体在当中就扮演一个非常的角色，因为就像我们一直不断的提到，设备呢它必须要靠跟气体的这个相辅相成，然后才可以持续的让这个半导体制程朝更先进奈米制程推进之外，而且它的良率也可以持续的维持在制程所需要的这个良率上面。了解，所以真的是隐形神队友。这边我最后一个补充一个数字，就是说其实台湾半导体的晶圆代工的市占率已经超过60%，但是半导体的特殊气体的自制率还不到3%，代表什么？就是说市场还很大，台湾有
很大的进步空间。那我觉得当整个半导体产业链越来越完整的过程中，其实每个细节都非常的重要，等于是这个台积电是集合大成，当然它是领头羊，但其实每个供应链的角色扮演都非常的关键，我们会为大家随时的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回复一下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181集，高铁挤爆台铁，亏爆客运缺爆，台湾公共运输大失衡，问题出在哪里？里面的留言，来，我们是不是请苑青帮我们念一下？财团庄心凌的这个提问哦，他说拉高高速公路收费，落实使用者付费，别让短程汽车上高速公路。苑青每天也是从宜兰通勤嘛，所以对于这个路程应该也很有感觉。对了，我觉得就让使用者合理付费这件事情，我觉得蛮重要。他讲的应该是这个意思啦，对，来继续。第二个是财团的 Akira，他所提到的就是说，台铁通勤车应该跳停，每站都停太慢。自强号应该像国外分级座位，大家都可以有快的速度，分流的概念，对不对？很好的建议。第三个是财团的这个茶叶蛋小贤，那他说自己很贴近生活，介绍超详细又有深度，超赞的。好希望这些公交系统在观光上可以整合得更完整，那官网的资讯界面可以更友善使用者一些。国内有很多超棒的景点，但无奈找不到公交，不然就是班次过少，难以抵达。对，所以这个公共路网的相互搭配真的非常重要。其实这一期的公共运输的题目引发蛮大的回响，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那其实我们会持续的为大家找出更多有趣的题目，跟大家息息相关。感谢大家的回馈。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苑青的分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也认同我们的理念，欢迎加入频道会员。听了才知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